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佩森。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做一期指南针威士忌 Compass Box。那我这之前根本都没有听说过，直到人家跟我说，是我喝酒有点太失职了，还是怎么样？真的，去年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算是一个比较刚起来的一个牌子了。就其实包括可能现在台湾那边可能也很少这个酒。哦，真的吗？对，它还算是比较少的。好，我们话不多说，先从第一款开始，这款好。猕猴桃、水蜜桃的那种桃子的香，就是水果的香味。它的整体的味道是比较偏那个 Speyside， 就有点像，因为我包括它的那个橘子花的那些香气，它会占比较主导的位置。就是轻轻柔柔的感觉，你看这个酒的颜色，然后再闻这个酒的味道，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就感觉在喝一款很入门款的，因为它不像上次我们尝那个木鹤，闻的时候就觉得就很浓郁，这个是很轻柔，闻这个味道就让我想到了 Glen Grant。但是我觉得它闻起来还挺舒服的，蛮舒服的。对，它的花香调，包括它后面就是说沉一点的那个香料的味道，还行吧，来尝尝。哎呦，这酒辣嗓子，带有那个海盐的那个海盐，好咸，带有海盐的味道。对，所以我会很喜欢这种味道。我觉得这一班二班的人啊，不能随便瞎试，这太容易入坑了。这个味道不是说谁都可以接受的味道，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试一下，加一点点水试一下，就稍微把它那个酒精感稍微盖一点。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都不想加水，并不是因为它烈，而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均衡，让人说白了就是你喝酒，不管这个酒多好喝或者多难喝，你得到的是一种喜悦感和舒服感，受不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试这一个。因为中间是泥煤是吗？这个是泥煤味的，这一看颜色就知道是，一看颜色我就知道是泥煤。行好，那先这上吧。这个还行，好像这两个闻起来，就很香啦。其实它带有一点那个，就有点橘子花，然后带有一点点那个叫，就那个香味很像梨的那个花香味。其实香料味也是挺重的，就我感觉它的桶上面带给它的味道都挺厉害的。我回去我一定不会喝这款酒，打死我也不会喝这款酒，因为太烈了，就是味道有一点点，但是它的那个刺喉的感觉我非常不喜欢。我真的不觉得这个什么 Compass Box， 我觉得还不错。什么呀？就可能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们俩的话，我对于这个酒精感，其实我觉得还 OK 了。它不是酒精感。你说 Springbank 也有酒精感，拉福格50多度的也有酒精感。它这个不仅仅是酒精感，它是酒精感没做好，做成了刺喉感。它有点辣，它这个是有一点点辣，就是你感觉你在吃了一口辣椒的那种，嚼了一口辣椒的那种感觉。来吧，我们喝中间这个。中间那个，我刚才刚开始坐这，我就说，为什么我们的今天的这威士忌让我想起来上次那个松井白白的，无颜色的一个，就是很烟熏，很泥煤，对吧？很泥煤，我感觉就是在喝消毒水儿，加了烟熏，就烧着的消毒水。对，它把烟熏跟泥煤这两个东西结合的还挺有意思的，也有一点点甜味儿，水果味儿也有一点点，有细节的烟熏泥煤威士忌，能够闻到它的里面的一些细节，就不会说只有一种味道、两种味道的那种。我觉得这个酒厂真的是有点跑偏，怎么就做成了？这个还行，这个不刺鼻。
不刺喉，而且这个还挺好喝的。就是你如果对它要求不高，60多块钱的酒我会买，可以。这差不多。这个可以。它就是清清淡淡，但是呢，在你喝泥煤味的威士忌里面，你想要喝到的东西它都有。都有。它都有一些。可以，这个还行，这比那2个好多了。它入口之后的那个烟熏泥煤，其实包括那果香，它融合的特别的舒服，非常的好。你看这就不刺喉。对，而且对整体的酒精感是被压下去了。我觉得吧，这个酒厂可以换个路数，直接做泥煤威士忌。虽然它是一款泥煤味的，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看我们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大家肯定也是那种就是喜欢尝试不同威士忌的人。那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可以接受泥煤味的，才会去看我们这期视频，不然像那种就是刚入门的小白，一般都不是我们的观众群。烟熏的味道，那它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它把那个凯尔拉跟那个拉伯格的它2个各自的那个优点，就它的优点的部分，它都有。挺好，挺好，就很好喝。好了，那个我们请导演给我们指笔我们说。我也会推荐这个，这毫无疑问。对。今儿还猜吗？可以试一下。我们好像选的是一样的。第一个你选的什么？那个 spicy tree。我也是，好吧，我们选的是一样的。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只对一个。只对一个。那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2个又只对了一个，就对了中间的一个泥煤味。那不能怨我们2个呀，首先它是调和型，第二它的其实并不明显，第三我们是第一次喝，这次是可以原谅的，好吧？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价钱，它们的价钱很简单，就是60-70美金，大概70美金，基本上是一样的价格。然后这个还带了2个很漂亮的杯子。性价比还是算挺高的。你要说泥煤味性价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担当了。对，非常好。然后它每一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后面每一个都有写的它的故事，还有关于这个品牌的故事，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生怕人家不知道它是什么故事。而且这个酒厂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做调和型的人家是不会说告诉你我用了什么酒不可以说的。对，这算是一个行规吧。然后也是苏格兰威士忌协会的一个，就是说他们一个规定。基本上他们不会让他们去说。然后那个 Campus 它这一个呢，它怎么做？它是直接把这一个东西用一个那个图形，一个圆形的一个图形。我看到了，它写什么用的 KY 啦，用的拉夫格，用的海兰的酒，用了多少比例？然后包括它其实说是没有说年份，但是我有仔细去研究了一下。然后那天我跟我一小伙伴2个人在那里研究半天，发现。因为大家去看的时候可以仔细去看因为它那个圆形是一个，就是说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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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个年轮一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它那每一圈其实应该就是一年。对，其实从那里可以数出来它用到的是多少年份的酒。真的。对，好像这一瓶酒为什么说我们说它这么好？它其实它有很大比例用到的是从8年到15年的卡维拉的那个原酒，就不同的桶的。然后还有用到了一个是8年的那个拉伯格，所以那肯定好的。对，这2种酒加起来，其实那个价格能不好喝吗？对，那个价格其实都不低。所以包括它后面出了一个 No Name 那个酒，它里面会用到一个很高年份的那个原酒在里面，所以一出来基本上都被抢掉了。就是这个品牌。不是，对，就是这个品牌，有一个叫 No Name 的一个限量版。然后还有它有很有意思的，有出过一款叫那个，就是说它用中文名去说的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奢侈的威士忌，但是它里面用到了，你知道吗？才用到了一个30年的卡维拉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些40年的那个。我想喝那个。但是然后他就在名字上写，我这瓶酒不一点都不奢侈结果用的很奢侈的
原酒，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一些有噱头，对他的一些思路啦，我觉得他做酒的这些思路非常的特别的有意思，包括我们所说的啊这一瓶这个 Spicy Tree，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在那个桶里面直接把那个法国。他放小木块儿，他对，把那个烤了的那个法国橡木直接插到那个就为了让它的那个味道更浓一些。对，他为了就直接去。后来人家就不让他这么操作，然后他就用了很好的桶啊。然后后面他又专门找人去做这个，然后他选的就是说用那个美国橡木做一个桶身，然后两边的桶盖用那个法国的橡木。其实，在威士忌行业里面，用法国橡木本身就很少。因为法国橡木我们一般都是用来做葡萄酒嘛，对吧？葡萄酒里面会用的多一点，然后基本上威士忌很多要么用那个美国波本，对吧？要么用西班牙的雪莉桶，要么波特桶，基本上用这种桶比较多。因为法国橡木桶基本上是之前它是没有去酿过酒的，它就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它就用它去，而且它并不是说就一块哦，它就是说每一条它可能它烤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他用这种去就是过桶，对，去加速它的那个陈年的那个，就是说，对，从那个桶里面吸取到的味道，所以他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其实是很创新精神的，对，非常的创新。就是说以前在威士忌里面我们是没有去听过这已经脱离了什么玩桶啊、过桶啊，这就开始就是另一个方向，就是完全另一的，就是新的。他本身他自己也不生产酒。就买，他就买酒，因为他以前你知道 Johnny Walker，所以他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他能很轻易他能从这些酒商里面，他也知道哪一家的酒是什么风味，所以他可以拿到这些原酒，然后他过来，然后他自己再去通过之前一些玩法，然后再去把它重新装瓶。害死我了，喝了2个我不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行，就是说这2款酒我会喝的酒。真的吗？对，包括这个我肯定会喝。这个我肯定喝。这2个也是我会喝的酒，我觉得还 OK，好吧，就没有说特别就是说让我到赞叹的那种地步，但是在这个价格里面默念便宜，还能喝。对，这是什么追求？我们俩真的是做视频做100块钱以下的酒就要放低标准和要求，然后默念要求低。不能有太高的要求。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呀。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